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的救援人员在井下进行清障作业以及搜寻的过程当中，发现这被堵的这些积压物当中呢，有一个缝隙，有一个空间可以使我们的吊笼下放到井下。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它可以加速整个的救援过程。在下放到井下之后呢，到达4中段的搜救时，发现了有一名矿工被困于4中段。那这一名矿工呢，就是在之前我们报道当中10人情况不明当中的其中的一位。之后发现他之后呢，发现是他的身体状况呢是相对于极度虚弱的一个状态，所以立马采取了升井的工作。现在升井之后呢，第一名矿工是在11点13分升井之后，运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紧接着，我们的救援工作、升井工作就持续的开展了起来，继续下放到了5中段，对已经发现的在4号孔进行这个给氧和通联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11名矿工进行升井。那刚刚呢，第2批矿工是在1点32分左右的时间进行了成功的升井，在2点07分的时候，成功的升井了第3批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矿工。那这6名矿工呢，全部都是从井下的5中段，也就是586.8米的位置进行升井。那现在升井的一个顺序呢，我们在现场其实也能看到哈，第一位升井的这个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的好哈，受伤较重，然后他呢是从灌笼中被救援人员抬出来，抬到了担架上进行这个送到医院的。那剩下的2名以及第3批的3名，全部都是自行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之下行走到这个救护车上的。由此看来，他们的身体状况是相对较好的。那也根据现场的应急指挥部的一个专家给我们介绍，确实现在确定的升井方案呢，就是由井下矿工的身体状况由重到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升井的。好，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救援人员以及所有在现场指挥部的人员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第4批的被困矿工升井。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灌笼的缆绳在快速的上移当中。然后呢，现在我在现场看到他们几位书记他在医院。到目前为止，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在井下的5中段被困的矿工当中呢，还有5人，其中1人是无生命迹象。那这5人呢，待会儿将会通过我旁边的这个主风井来进行升井。因为由于这个井筒的这个区域狭窄哈，它的整个每次的这个升井的人员是有限，
那前2批呢，仍然是每批升3名这个矿工和1名救援人员。我们预计这一批还将会至少2批，或者是至少3批这个升井，才能把5中段的这个剩余的被困人员进行升井。刘佳玉书记来了，刘佳玉。好的，现在第4批的这个救援人员，第4批的矿工被困矿工即将升井，我们在现场也是焦急地等待着所有的这个指挥部的成员，还有我们的救援人员，以及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以及所有守候在我们直播间里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第4批升井矿工的状态。在前几批，我们一直看着他们的这个身体状态，其实还是可以自行的这样一个搀扶下的行走，还是比较乐观的。我们看看这一批矿工的这个身体状态是怎么样的。第4批马上就要升井，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期待着第4批的这个被困矿工可以一起顺利的升井。从刚刚2批升上来的这个灌笼中，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是搭载了3名被困矿工以及1名救援人员。他属也不大好，不稳定，不稳。我说实话，这是他抖。各位观众朋友、网友朋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是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闪电新闻为您带来的沪山金矿的救援升井的直播。那我们的直播呢，也正在通过山东电视新闻频道、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新闻、新华网等合作媒体进行直播。包括有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中新网、环球时报、四川观察、极光新闻、大象新闻也正在与闪电新闻同步直播当中。那现在我们的直播呢，已经是到达了第4批升井的矿工。那这批矿工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关注，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闪电新闻发起的直播。我们闪电新闻正在通过山东电视新闻频道以及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中新网、环球时报、四川观察、极光新闻、大象新闻、今日头条、抖音、百度新闻、腾讯新闻、新浪新闻、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等参与闪电新闻的同步直播当中，我们的动态也在持续关注当中。那现在第4批的被困矿工正在升井的过程当中，相信马上就可以升到井上。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现在的升井的矿工呢已经达到了7名，那现在已经是第4批了，刚刚已经是升井了3批，总共7名矿工。就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呢，井下仍然是有5名矿工是已经清楚了情况，是在5中段。那这一批第4批升井的这批矿工呢，也是这5人当中的几位，我们现场来看一下。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会坚持的、不放弃的持续救援。其实今天在。各位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现在您看到的是由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闪电新闻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中新网、环球时报、四川观察、极光新闻、大象新闻、今日头条、抖音、百度新闻、腾讯新闻、新浪新闻、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正在与闪电新闻同步直播当中。那截至现在为止哈，我们现在已经是升井了3批矿工，那一共是有7名，现在是第4批被困矿工进行升井。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闪电新闻直播间，同时呢，我们也在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中新网、环球时报、四川观察、极光新闻、大象新闻、今日头条、抖音、百度新闻、腾讯新闻、新浪新闻、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等平台同步进行直播当中。按照现在的一个升井的顺序哈，是按照井下被困矿工的由重到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升井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第2批的第1位升井的矿工呢，他的身体状况呢可能相对较重一点，伤势较重一点，所以他是被抬到了担架上来进行这个救护车运送的。那剩下的第2批和第3批的另外5名被困矿工升井之后呢，都是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之下走向了这个救护车的。我没手。现在就在现场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救援人员，还有各个平台在打井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在我的目光所及，所有人都在眺望着封井的位置，大家一起期待着我们的第4批的工友兄弟们从井下顺利的升井。从工作人员的对讲中，我们听到现在距离升井口呢还有30米的距离。
好的，现在是下午的2点43分，第4批被困的井下矿工已经升井。我们可以看到，在灌笼当中呢，是有2名被困的矿工以及1名救援人员升井。下午的2点43分，第4批被困的井下矿工总共2名进行升井。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被困的2名矿工，一个是黄色的头盔，还有1名是蓝色头盔的这2名，眼上呢都是戴着眼罩，在救援人员抬出灌笼之后，他可以自行的在搀扶之下可以行走，但是身上的衣服已经湿透了。好，第2名已经在搀扶之下走到了指挥部人员的面前。那他们呢都戴着这个黑色的眼罩，而且可以听到大家对他们的打招呼以及回应。截止到现在，井下已经有9名被困矿工成功升井。我们可以从现场明显感觉到，第4批在升井的这个矿友兄弟们，他们在相较于前两批升井的状态来说，更加的乐观一点，他们的整个的状态也更加的好一点。到目前为止，除了刚刚的第2批的第1位矿友兄弟在工作人员的这个搬抬之下抬到了这个担架上之外呢，再次升井的这个第1批还有2名，第2批有3名，然后以及这一批的2名，一共7位这个矿友啊，是在这个矿工呢是在这个工作人员的搀扶之下，可以自行的行走到这个救护车上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衣服呢，是整个的这个水也是这个井下的水呢，可能也是对他们来说能够浸染到，因为刚刚了解到，在井下6中段的水呢，水深呢是达到了1米左右。我们可以看到灌笼上来，包括井上地上流到的这个水渍，都能看出井下是有积水的，包括他们的衣服也都是这个湿透的状态哈。但是他们的状态，最后刚刚第4批上来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能看到他们自行的行走，其实心里一块石头似乎也已经放下了一半。对于这么多天的被困井下，他们以这样的状态来升井，简直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我们再次的梳理一下井下的情况。那现在为止哈，截止到目前为止，井下升井的人员已经达到了9位。
分4批。那第一批呢是在4中段升井1位，第二批呢是从第2批一直到第4批，这3批呢是从5中段升井，在之前取得联系的这个矿友、这个矿工来进行升井。那他们之前的状态呢是一直通过电话以及给养能够联系到的。他们的升井的这个方案呢是根据井下他们的身体的状况，这个受伤的由重到轻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顺序来进行升井。所以在第2批升井的这个矿友当中，我们发现第1名矿工呢，他的身体状况可能相对于说较严重一点，因为他是被抬到这个担架上来进行运走的。但是另外的剩下的这7名矿工，全部都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之下自行的行走到这个，能够靠自己来行走到这个救护车上。所以说他们的一直从2、3到第4批，他们的情况是逐渐的好转。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情况是持续的向好的，一批比一批的这个情况更加好。那就现在为止，井下5中段呢已经是升井了8名矿工。那在原本的基础上，那刚刚第4批矿工呢是在2点40多分的时间进行升井的。其实相较于第3批的2点02分的升井的2点07分的升井时间，仅仅过去了30多分钟的时间，可以说整个从下到上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们在期待着，在剩余5中段的还有3名矿工，其中有1人这个情况不明的状态下一共是有在5中段，目前为止我们梳理一下，应该还有3名矿工，其中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那待会儿将会进行第5批的这个5中段的这个被困矿工的升井工作。其实大家会非常这个可能看过我们之前报道，会好奇说为什么今天就是会提前那么长时间就进行了一个升井的工作？因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我们介绍的情况呢，就是目前呢在井下的350米到这个446米的位置呢是产生了一个相当于爆炸产生的一个相较于比较紧实的一个障碍物的障碍层。那这块障碍层呢在清除的过程当中呢是相当的慢。在当时预测的时间呢是需要15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今天我们在井下作业，同时在清障作业以及这个搜寻的过程当中，发现这块位置呢中间产生了一处比较大的缝隙，一块空间可以允许我们的吊灌这个灌笼可以下放到井下去。所以今天的这个下放下去的第一时间，在下放到第一时间之后呢，下放到井下的第一时间之后，也是对井下进行了一个搜救的工作。在搜寻到第4中段的时候，发现了第1名矿工，于是在上午的11点13分的时候进行了升井工作。在升井这一名之后呢，紧接着采取了5中段我们已知的被困的11名矿工的升井工作。那在第2批，也就是1点32分左右的时间，进行了第2批3名
5中段被困矿工的升解工作。在第3批的时候呢，是在下午的2点07分进行了第3批的这个升井，3名这个。第3批是在2点07，第4批就在刚刚的2点40多分进行了这个升井工作。目前我们正在等待着第5批的升井工作。可以。可以。家里呼叫你。还有摄像机电池吗？TVU 大电没有了是吧？没有了，对，然后它就少上啊，15%。这个升完了就没了啊。我知道啊，怕的就是这个升不完。你跟毛伟说一下，随时做好准备，有可能断了上一天。行，断了，来。那个 TVU01现在关声音 ，TVU01。我现在正在栖霞沪山金矿的主风井的位置哈，那在这里正在进行着升井的救援工作。截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升井了4批井下的被困矿工，总共是有9名人员。把这个露出来不能，那就他妈踢了你知道吗？但是也不能太那个啥。我里边没衣服了，刚说的什么？我把它看能不能放外边。你看哪电池啊？是声音在这边的。哎呀，我看看能不能放到外面。抓紧，马上切过来了。这我你就说2句啊。不是我，是家里边指挥的。咱现在。
上充电宝呢？刚才是靠我这手机是先保持心量吧。先满了吧，用这个满上啊，好了好。实在不行让那个谁，实在不行让警员接会儿。开始封顶了，最后两个开始封顶了，最后两个开始封顶了。好，好，可以。我给你镜头打个招呼啊。好嘞，好嘞。
好的，徐丹，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栖霞护山金矿的主风景的位置哈，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这个风筒的位置，这个缆绳呢在持续的上升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马上要进行升井的是第5批被困的矿工了。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批被困矿工是成功的升井，分别是在今天中午11点13分的时候升井1人，今天下午1点32分的时候升井3人，以及2点07分的时候升井3人，以及2点43分的时候升井2人。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升井9人，而井下呢在五中段仍然还有3人，其中1人是无生命迹象，在井下等待救援。这个现在升井的第5批这个被困矿井呢，应该是有2人矿工是等待升井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和这个指挥部的专家成员都在这儿焦急的等待着他们的成功救援当中。那这批升上来之后呢，待会儿还将会再下去一趟，把剩余的目前已经发现的矿工呢成功升井。但是据刚刚我们在现场采访到的专家呢，他告诉我们，在所有升井之后呢，还将会持续的对井下进行搜救这个工作。其实大家会好奇，为什么说这个升井工作会提前那么久？给大家解释一下，刚刚专家给我们介绍说，在今天上午搜救这个清障过程当中呢，发现井下被压实的那100多米的障碍物是中间出现了一个空隙，可以允许我们这个灌笼呢下放到井下进行搜寻，所以才会产生了从今天下午11点多的时候，在下井进行搜救的时候，发现4中段这1名矿工是在那个位置，而且值得我们这个惊喜的是，那名第1名升井的矿工呢，是之前我们报道当中所说的10人无无明显情况这个报告的失联的那10人中的1人。所以这个好消息呢，也是让我们在现场的人感到非常的激动。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人被成功升井。目前我们预计这一次第5批升井呢，也将会有2人。而现场的这个专家告诉我们，在升井的这样一个顺序哈，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是由这个5中段被困人员的这个伤势的由重到轻这样的一个顺序来进行升井。刚刚呢，从第2批、第3批、第4批这3批呢，都是在5中段进行升井的，只有第1人呢是被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抬到担架上去进行这个救治的，剩余的第2批的2人、第3批的3人以及第4批的2人，总共是有7人是全部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之下走向了这个救护车，可以说他们的状态目前也是不错的。待会儿我们也一起期待着目前马上就要升井的第5批救援人员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将会持续通过我们的闪电新闻以及各个平台来向大家直播我们现场的消息。好的，徐丹医生。
好的，各位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山东广播电台新闻岛闪电新闻为您在现场发起的栖霞护山金矿的升井的救援工作哈。那在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栖霞护山金矿的主风井。到目前为止哈，我们的风井中已经成功升井了9名矿工，被困矿工。那现在呢，正在进行第5批的这个升井工作当中。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来自山东能源资矿救援队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山东消防烟台支队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紧张地进行着升井前的准备工作。大家也都在期盼着这一刻能够早日的到来。给大家再次梳理一下之前我们的升井的过程。其实按之前我们的指挥部报告的数据显示呢，现在井下的350米到400多米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一块区域呢处于一个非常紧实的障碍物压实的一个状态。按照原先的预计，在清障工作呢需要15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在刚刚的专家现场指挥部的专家跟我们介绍的情况，是在今天上午在清障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积压的这个障碍物中间呢有一个非常大，有一个比较能这个下放吊笼的这样的一个灌笼的这样的一个间隙，可以直接下放到井下，所以使得我们今天的救援呢相对来说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那到在下放之后呢，对井下进行了一个紧急的搜救，在4中段的时候发现了1人。那这人在发现之后呢，发现他的这个体力是一个极度虚弱的状态，那也是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升井。于是，在11点13分的时候，成功升井第1名矿工，而且在升井之后发现，这名矿工就是之前我们在报道当中说的10人情况不明其中的1人。那于是之后呢，将紧接着对井下原本我们已经发现的5中段的其余的11名矿工进行升井作业。在下午的1点32分的时候，升井了第2批矿工，一共就是3人，都是来自于5中段，也就是586.8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在第3批升井呢，也是在2点07分，仅仅间隔了30多分钟，再次升井了第3批3人，也是来自于5中段。第4批2点43分升井，也是2人来自于5中段。截至目前呢，5中段还剩3人啊，其中1人是这个已无生命迹象。但是现场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仍然在坚守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第5批的井下被困矿工成功升井。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来自中美五建以及山东能源资矿救援队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山东消防烟台消防的救援队的救援人员都在现场。在今天上午的11点13分，清障人员在井下作业时发现呢，井下空隙可以直接下到井下，所以在所以是在搜救的时候呢，发现四中段有这样一名矿工是极度虚弱的状态。那这名矿工刚刚也给大家介绍，是之前情况不明的这个矿工之一。
那现在呢，据指挥部的意见，是在所有现在已发现的矿工升井全部升井之后呢，我们的救援人员还将下到井下，对未发现的，包括之前还有9名这个情况不明的矿工，以及6中段还有1名目前情况不明的矿工进行持续的搜救工作。据专家介绍，在井下6中段目前呢是有1米多深的这样的一个水位，但是据专家推测呢，是不会对井下的被困矿工产生一个生命的威胁。根据这个救援组组长陈玉民的介绍哈，所有的深井矿工呢都需要采取一个蒙眼状态，避免强光，因为所以我们在刚刚的直播当中看到，所有升井的矿工呢都是佩戴着眼罩而且对于当前升井的速度之快，陈玉民也是告诉我们说，在今天上午在井下清障时呢，发现在被压积的这样的一个井下障碍物中发现了。有一个空隙可以直接通到井下。那此外呢，升井的人员可以按照伤情由重到轻的这样一个顺序来进行逐一的升井。好，我们可以看到第5批井下被困人员已经逐渐升井。我们可以看到吊笼的上半部分的装置已经升出了井口。好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第5批。现在是下午的3点18分，第5批2名矿工成功升井。恭喜升井！您感觉现在状态怎么样呀？大哥，状态还好吗？怎么样？状态怎么样？还行，还行。最想干什么？说你给我讲，最想干什么？通知家人。好的，祝贺祝贺！这个纸条是你写的吗？我们也听到升井的第5批的工人，他也直呼想升井之后呢，赶紧联系家人。回家后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想干什么？家人都在等你，回家之后最想做什么呀？最想让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不让我。啊。想告诉家人活着是吧？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给说一句话吧。我知道没有，是产业，就是他刚才说了一句，他就说了一句，非常告诉家人。他的物品呢？把他的物品给他，他的物品。这里还有，没事，我就不递了，我就派他走了去啊。还有。好了，来。
好的，现在截止到目前为止哈，井下目前搜救到的还存活的这个被困的矿工呢是已经全部升井。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井下正在通过这个灌笼向井下输送了4名这个搜救人员，他们将下到井下呢，将剩余的1名被困矿工进行升井。而且据指挥部的介绍，在此次升井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呢，还将会持续的对井下的目前情况不明的矿工进行搜救。尽量别用对讲，用留给他，他没有对讲。话筒真的太酷太。就和水下面一个什么哪的，你就会移一下，走了。他要干嘛？我知道你做什么东西。打电话。我的石油水缸放在那边，这样就足够。就在刚刚的3点18分，第5批被困矿工呢是成功升井。截止到现在为止，第5批呢是升井了2人，那加上之前的9人，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成功升井了11人。那现在所有的11人的被困矿工呢是已经被升井之后，我们120直接运送到了指定的医院进行接下来的救护治疗。刚刚在第5批的这个升井过程当中，我们还跟这个矿工询问了一下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他给我的回复是很好，而且依稀间从他的脸上我也能看出他大概是松了一口气。在问到他这个升井之后想干什么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说的是想让家人知道他还活着。确实已经是被困井下，今天在10号爆炸被困之后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14天的时间了。在发生事故之后呢，到现在为止已经是14天的时间了，所以他们能够今天在算是这5批总共有11人成功升井，真的是一个奇迹，我们也为他们感到这个欢喜，他们也终于能够跟井上的家人们焦急等待着他们的救援人员、他们的矿友兄弟们团聚了。再来给大家从头梳理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救援的过程，在之前。
前我们的报道当中呢提到了，在井下因为有一个相对于比较压得非常厚实的10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障碍物的空间，在之前呢预计这样的清障过程是非常困难，因为要达到这个15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清障。但是在今天，根据通报来显示，我们的救援组的这个组长也跟我们介绍，在清障时呢是发现了在积压的井下障碍物中有一个空隙是可以直接通到井下，所以在之前说到的这么长时间，需要这个才能到达井下，但是在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惊喜。他们在到达井下之后呢，第一时间对4中段先进行了一个搜寻，发现在4中段有1名矿工是之前10人情况不明通报当中的这其中1人来进行搜救的。那这样来说，这原先的10人情况不明，到目前为止还有这个9人是持续一个情况不明的状态。到目前为止，总共升井5批，一共是有11人。那截止到现在，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功升井的人员达到了11人。
截止到目前为止，就像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现在的救援呢，升警工作已经是达到了11人，一共分成5批。第一批是在上午的11点13分，从4中段搜救上来1人，进行升警工作。那第2批呢是在下午的1点32分，第2批的3名被困矿工呢是成功的升解。这3名呢是从5中段我们之前所获知到的这个已经是联系到的矿工，他们进行升解。那刚刚呢我们也是从这个现场了解到5中段的这个3名矿工，当时是第2批的矿工呢，其中有1人是受伤，其他2名是状态良好。这名受伤的矿工呢是被我们的救援人员抬到了这个担架上，被运送走的。而之后所有被这个救援升警的这个矿工，身体状况就我们目前来看都是比较不错的，因为他们还能自主的这样的行走，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在搀扶之下可以行走。而是在最后的第5批升警的2名这个矿工的时候，我们在询问他，目前的状况怎么样的时候，从他们的声音，包括给我传过来的这样的声音，听起来还是比较结实的。他们目前的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因为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在井下的一个营养的恢复，以及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到，其实5中段被困的矿工呢，他们其实已经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进食的状态了。所以他们在升警的时候，这个声音包括这个状态也都是还是不错的。之前大家也比较好奇，说之前井下的堵塞比较严重，但预计要15天，为什么今天突然打通了？那在现场这个风井的救援组的这个组长陈玉民也是给我们说专家团队预测，根据是这个重量、体积以及这些堆积物，根据上面10米的进度来预判，它预计接下来的时间可能需要15天。但是从今天早上他们在取得这个在下面进行清障和这个救援搜寻的时候，发现有这样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在清理之后发现下面有一个空洞，相对于比较大一些，遇到这样的一个大东西，他们就可以这样一个大的通道，他们就可以直接将这个灌笼下放到井下，实施这样的救援。所以接下来之后呢，紧接着第2批、第3批、第4批、第5批全部加起来5批，一共是有11人，在今天截止到下午的3点18分，截止到下午的3点18分，井下已经搜救到的11人是已经被成功的升井了。就像这个专家告诉我们的，到目前为止呢，11人是已经成功升井，但是目前救援组呢仍在这个进行这个紧张的救援工作当中。就像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吊笼仍然搭载着4名这个搜救人员下到井下去持续进行搜救工作。因为就目前的这个救援的指挥部给我们的消息是，目前井下已经搜救到的人是全部升解。那接下来将会对井下目前另外9名情况不明以及6中段的1人情况不明的这些矿友呢进行搜救工作。那接下来现场这边的情况呢就告一段落，我们的直播告一段落，我们将持续的去到医院去看一下目前我们被救上来的矿友他们的这个身体情况是如何，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可以停了吗？啊？啊。没事。
总的来说，从今天上午的11点多，在发现了这名矿工之后呢，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所有为这个救援的努力的人们哈，大家都是心中呢异常的激动，因为在这么多天之后，能够看到他们成功的升井，这个心情是非常难以言表的。主任，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救援现场的峰顶。早上11点13分，第一名被困的矿工就是从这个峰顶口升上来，然后被送往当地的医院。我现在在救援现场看到，山东能源集团的救援人员大约有20名。我们也是在现场持续的关注。据说这次